，AIT 啊，昨天是它叫做独立纪念日啊，国庆了啊。那开酒会啊，在君悦饭店借场地开酒会哈。那我们3个总统候选人都去了啊，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都去了，蔡英文也去啊。蔡英文说是7年来第一次去，以前都没去啊。去了呢，他还当众讲，他说以后不管谁当选，台湾跟美国都会更紧密啊。点名下面3个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讲 yes。我觉得这是干嘛？那3个都还点名讲 yes， 搞什么鬼啊？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失态了哈。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独立纪念日，总统同台 AIT 处长举杯同庆，但现场除了香槟，还有台美特制。I'm sure you will all enjoy that, but don't drink too much. No, I shouldn't say that. You should drink as much as you want, but do not drive after you drink. 特制啤酒暗藏台美友好小心思，当然总统更关心，在他卸任后，台美友好能否延续。This partnership will continue to grow, no matter who the next president of Taiwan is. I'm sure all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who are here tonight would agree with me without hesitation. Would you like to raise your hand? Say yes. 致辞到一半，总统临时出考题，因为除了陪同的赖清德，总统也知道要选总统的侯友宜、柯文哲都在场，想当然赖清德一定 say yes。不过台下黑压压，侯柯在哪里？有没有举手？不知道。总统有说，他认为说，不管谁当总统，还是会岌岌可危。你怎么看这说法？同意啊。谢谢大家，谢谢。试射台美关系，侯友宜很谨慎。看看酒会现场，不只有翻译随行，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黄介正也陪同。另外，立委江启臣更全程带着侯友宜博暖。倒是亲美派的党主席朱立伦、朱侯2人仅短暂碰面。我觉得要分2个部分来看哦。先从谈话的本身，完全同意中华民国在这个可见的未来都要持续经营这个对美的关系，就如同过去的100多年，美国是我们国际上的重要友邦。那蔡总统出席友邦的国庆这个酒会，在酒会上重申这个立场，不管是这个礼仪上或实务上都合理，也没问题。但第2个部分是我不能理解，也觉得不妥当的，就是你到底凭什么样的身份站在台上，然后 cue 这个其他的这几位未来可能的总统人选替他们代言了？那如果从外部环境来看，其实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够密切了，真的不需要特别做这种肉麻事啊。那美国应该也都知道真正的状况是如何。那你讲成这样子，那看在其他跟我们互动也很好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啊，或者是欧洲、东南亚这些国家，看在眼里。以后还会拿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主权，而且有自主谈判政权的地方吗？客套可以，场面话可以，但是我觉得国格不能忘记，这是第一点。那第2点就是蔡总统可能忘记了，他除了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元首之外，他也是这个几个立场不同的民主政党之一的领袖。大家在这种外交的场合上面被你吃这种豆腐，可能为了这个场面的和谐，不会特别说什么，不会撕破脸。但是总统是不是适合去任意帮在野党的领袖发言，然后来对这个友邦邀功做场面？我觉得就算是同党的赖清德，也要尊重他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政治人物。就算是蔡英文，也不适合去替赖清德讲说，马上举起你的手，跟我一起喊 yes。要不要经营台美关系？这个话要由赖清德自己来说，要由侯友宜自己来说，由柯文哲自己来说，不是由这个中华民国的元首，也同时也是民进党的这个非常高的这个领导人来替大家代言了。我觉得这是蔡总统对党内，甚至不管是党内的赖清德，或者是对其他在野党的领袖成员都不尊重的一个做法。老陈，我也要同意这个佩君的看法了，因为他昨天蔡总统在那个场合啊，是很忘情，而且很得意。他讲的兴高采烈，好像自己的家在办什么大的喜事，所以他讲那个是有一点失格，好像我们的国庆酒会没看到这么高兴哦。他就很快乐、高兴，然后就一个一个问是不是 yes 啊？我真的替你捏一把冷汗啊！因为如果国民党照规矩办初选，也许你今天就不是侯友宜，而是你啊。那你最近一向对老美的这个不是那么甜言蜜语啊，所以老美都记在账上。
所以如果蔡英文呢，昨天跟你说，Mr. 赵 ，yes， 那看你边来讲。我听无，你讲啥？所以吧，应该那你讲我听无，言语我唔捌这个算是 B 的。你应该来讲台美关系啊，不是简单的一个紧密2个字可以代表的。这里面的复杂程度 is very delicate and very complicated。人家只叫你讲一个 yes， 你能讲这么多，怎么讲啊 ？If you want to know, then let me go up stage and tell everyone. I give you a speech. 这老沈很有趣啊，好吧？你如果被点名，你要怎样当场？老沈？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就上去讲。就让他讲，我就不要让你讲吗？还让你讲吗？我要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一面的这样导向美国啊，会让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人必自侮啊，而后人侮之。因为蔡英文这高兴是有道理的。你看美国的学者就说，现在这3个总统候选人，什么赖清德啊、柯文哲啊、侯友宜啊。都比不上蔡英文，老美就是喜欢蔡英文。你们这3个比不上蔡英文的，蔡英文多高兴，对不对？如鱼得水，在里面多高兴啊，就变成这样子哈，真的是这样啊，真的高兴啊，对不对？来，那兄，这当然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夸奖。但是我们看老美为什么会喜欢蔡英文？蔡英文这7年啊，只要美国要的东西，他没有说一件 no。上一节我们来谈到这个编译制度从4个月延长到1年，是在去年20229合1大选输了以后去做这种，赶快在立法院通过我真的我是觉得这个你看蔡英文，美国要台积电去，他马上就把台积电送去；美国要什么东西，他就完全配合。我们当然要从这个题目要讲回来，难道这样子让美国完全很喜欢你，对台湾的利益是最好的吗？我们不可讳言的，我们站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难道是选一个90度的倾斜，完全倒向美国，还是我们要站扶正，2方面都要好好相处？蔡英文从美国人喜欢到是要看看台湾的安危到底会变成什么。蓝明生，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国庆酒会上，当然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场合啦。那我觉得蔡英文总统要展现他的幽默，我觉得美国人也是有他的美国式的幽默嘛那我觉得他今天要讲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台美关系不是现在才在做，是我们从自古至今，我们其实都在维系跟美国的关系。他在表达是我们这个密切配合的未来。所以今天未来不管这个3个候选人，那除非之前柯文哲也去美国了嘛，那接下来侯友宜也听说要去美国嘛，美国那个国会议员也当众邀请他，希望他多来美国，让大家多了解他。那赖清德也未来可能也是都会可能去访美，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历任的总统候选人哪有一个不访美的啦？但他也没有一定要访了所有其他国家，但是访美这个行程一定会。这代表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从国民党专制时期到现在，我们都跟美国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也代表说未来一定也是这样。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幽默，对台下3个未来可能的总统人选，在做这样的幽默，我觉得这个就是展现一个轻松的态度而已。那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说起来真是有点悲哀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美国的高度肯定，然后这个胡佛的学者讲说，这个蔡英文呢最受这个华府青睐。这个不但呢，国人呢也觉得说，好像很不错。最重要的是，蔡英文本身他觉得开心的这个不得了。怎么会说我们今天一个最受到华府信任和最受到华府青睐的这个总统呢，是被认为他在他的这个任内呢达到的历史上面的一个地位最高成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这几乎是已经是2战以后呢，在亚太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跟东南亚我们这些的国家里面的一种宿命式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你如果跟这个美国唱反调，你如果说是要不跟这个美国站在一起，你几乎呢在政治上面呢好像都会受到惩罚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总统这个朴槿惠他在这个立场上面，当他
采取的是一个比较不跟这个美国合作的时候，当他呢在这个萨德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当他原本的时候是比较不跟这个美国合作的，可是一直到这个萨德这个问题上面呢，他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在国内上面所受到的这个反弹是很大的。然后你看到这个安倍呢，过去在世的时候，紧紧的抱着这个美国的大腿，然后现在的尹锡悦呢，也是紧紧的抱着美国的大腿。然后菲律宾的总统呢，杜特地，他之前的时候是比较反美的，可是呢，在他的这个任期的后面呢，他就遭遇到这个极大的反弹。这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呢，就在于是你如何的去对待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是应该要很参考马英九时期的这个做法啊。马英九呢，他在这个任内的时候呢，他也被美国认为说是有史以来这个中美关系最好的一个台美关系最好的一个时刻，因为他从陈水扁时代的一个麻烦制造者，变成是一个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一个稳定器，但他呢，同时呢，又能够在开展两岸关系的时候得到美国的信赖，我觉得这才是应该我们想要去思考的路线才对啊。就台湾不应该一面倒，而应该左右逢源，在两方面都得利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7月16号馆长他们呢要办游行，而且叫做公平正义要居住正义，司法正义那所以呢，行政院急急忙忙在昨天就通过住宅3件那通过这个房屋税了房屋税的这个有的减的有的增的就说需要打囤房，或者囤房税侯友宜就说这是瞎话，讲半天，你已经执政7年快8年了，你都不做，现在要交班了再做，都是为选举所以呢，这个媒体也说呢，这个716他们要游行，现在赶快秀一个打房的重拳，替赖清德来补血补血那7年都不做，然后呢，现在就消费居住正义，而且真的有没有用？我也觉得没什么用了，就是3户，我问你嘛，花莲3户跟他的选区台北市信义区的3户，那是一样吗？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嘛！而且3户有1户10几坪那种小大房也叫1户，对不对？几百坪的豪宅也叫1户，所以你这个3户这个标准就是很没有什么道理嘛。反正现在管理就是一刀切，就是3户然后呢，以前是各县市算现在是全国一起算通通给你算在里面。那以前是1.5%到3.6%，现在呢是2%到4.8%然后呢，这个原来是地方可以自己定，现在是必须定，地方不可以给我自己搞都要听我的就这个意思所以郑文灿说我们是鼓励把房子拿出来不是为了选举那早不鼓励，到现在才鼓励，要到选举才鼓励人家游行了，大游行才鼓励而且赖清德又推住宅3件，就被侯友宜讲说骗选票的什么囤房税啦社会住宅供给，蔡英文当时就社会住宅供给供给半天到现在为止也没供给多少，跟原来答应的还差蛮远的那么另外就是住户的补贴了给你一些租金的补贴啦等等等等赖清德说呢，这个8年要再新建13万户我记得蔡英文的时候是8年要建12万户。12万户就现在多少户？不，他当初20万户。那现在20万，我现在是好像5万多，而且很多是地方自己做的。对，他把地方也加上去，加上去嘛那柯文哲说是迟来的正义了而且呢说社会住宅政绩跟事实不符了等等。反正到选举了就拿出各种政见来表示我有做。好，来金介兄怎么看？这个我们新北市也在修这个我们的囤房税了。我们本来是从3户这个1.2。然后第4户1.5，再来第5户是2.4到3.6。那这我们以前是在新北市我们是这个县市自己总归户，现在是要扩大到全国。侯友宜在讲就是说，你这又来骗选票了嘛？为什么骗？你们已经执政7年了，你按照道理讲，你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你这个居住正义你就要开始落实实施对不对？无壳蜗牛族已经喊了多少年，你现在才要实施？赖清德现在要选，
这个馆长跟黄国昌要上街头了，你现在才要祭出这样的一个全国总归户，你现在是要做什么？其实就是为了选票嘛，政策往往就是因为选举会转弯，他做不到，明明做不到，现在来个临时抱佛脚，现在讲就是说，没有开支，我们要开始要做基础正义了，我们现在开始寄出我们的囤房税要打房了，对对，赖清德在这一个台大去这个政大演说的时候也有讲，我们有做啊，我们现在在开始打房啊，你看现在房价慢慢跌下来啦，有没有？有在做吗？现在好，你现在送到立法院，现在已经是这个最后一个会期。立法院现在还没有送进来哦，还没有送到立法院来啊。如果要送进来，那明年会不会开始实施呢？还是一个问题。立法院能不能通过，还是一个问题。我们新北市现在已经送进来，我们新北市真正是有在做。侯友宜市长已经到我们党团来拜托，谢正达副市长那时候也拜托我们所有的党籍的议员。务必一定要全力的配合我们的这个囤房政策。我们新北市，我们现在在一读送法规委员会，我们法规委员会现在已经送进来大会，我们预计在8月21号，我们这个党部我也规定，务必要在这10天把这个囤房税就要把它。侯友宜是真的是要落实啊！侯友宜有讲就是说，拜托所有的议员要赶快通过。那民进党的是什么？民进党是因为赖清德前几寄出一个大红包。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我支持陈建仁院长在今天行政院通过的政策。第二个呢，我会扩大青安的住宅优惠贷款，目前是800万的金额啊，同时呢有半码的利息补贴，那未来我们金额会扩大到1000万。7年贷款利息补助再加1码0.25之后，就变成0.375。另外，社宅蔡英文总统8年任期完工或动工的12万户，未来8年要增加13万，一共25万户。包租贷款同样25万户，加上租金补贴户数也将增加到50万户，目标100万户。民进党执政了7年了，黑金、低薪、高房价，从来没有打房。就像打仗一样，都在打假的。在这个时候推出来，赖主席也自己说过一句话：房价在涨，这不是瞎话吗？绿营批6都只有新北没有囤房税，侯的文大宿舍也被拿出来重酸。对此，侯办表示，市长长期关心居住正义，社宅、包租代管、租金等等都是实际行动。至于囤房税案，市府去年已送，但议会没审查，绿营刻意压到最后才审。侯友宜市政选举两头烧，一边要安内，一边还得攘外。立军。这个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很会选举，或者说很会看透人心。从年初的这个普发现金啊、矿业法3读啊，然后私立大学的学费扩大补助，一直到这个星期的这个囤房税。说实在你没有办法去说这些是错误的政策。可是关键是，如果这是正确的政策，那你一般负责任的这个政党执政，你不就应该上任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表态吗？那你执政的日子里面，一步一步慢慢去跟民间团体、跟在野党沟通，来来回回的会有倡议、评估，然后协商到立法的这些过程嘛？那其中一定会有各方的对话、冲击等等，水到渠成之后推出这个政策。可民进党不是啊，因为这些政策这么棒啊，你执政这7、8年来你怎么不做？国会你还是多数党那选前喊归喊，那选后不做，被在野党质疑，被民间团体骂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不知道我这个当家的困难啊，这是政治现实，完全就是展现出一句我不做啊，那怎么样呢？那现在一到选举年呢，这些其实应该是选后1、2年就要盘点提案，慢慢磨合推出来的这些政策方案，说起来是功夫菜，结果一到选举之前，突然之间又变成5分钟快炒之后要上桌的这个家常菜，然后接下来铺天盖地的手法，就是透过媒体去宣传啊。我这都是我当时说要推的功夫菜啊，请大家给我们掌声跟选票，而且我菜都做好了。如果你现在这个在野党意见那么多，就是挡在厨房口不让我上菜，你有任何的意见，就是这个都不能接受，因为最后害我们不能上菜，民众吃不到，那是你在野党的问题，不能怪我。可是你不去回想，你过去有这么长的时间，你可以慢慢的精炖细熬再上桌，为什么它会从功夫菜变成一个家常快炒5分钟就要上桌？那这不就是民进党的不负责任吗？真的会送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吗？会这个下回去我会当财委会的召委这个我要这个案子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2021年，今年是2023，在民中我们几个我们就有提过这个提高囤房税，
民进党反对。民进党当时的财政部长没用，对不对？苏建荣说这个没用啊，要丢给地方，说地方政府的问题。这个事情刚才大家提了，就是为了7月16号他们要在凯道的游行嘛，完全是要肢解这个凯道的游行。还有一个，刚才讲我在讲，2021年在野党我们那个国民党要做，他们反对，现在为什么又同意了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静下心来，我们小孩子慢慢也大家小孩都大了哈，都面临这个问题。台湾的年轻人，你用这个提高囤房税，我们看他的因果，他可不可以就去买得起房子？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哈。我倒是觉得要帮囤房税，当然我们应该让房子把它放出去，让市场上有多一点的房子可以租或者可以买，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样的，另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年轻人如何能够有自己的壳，有自己的窝。政府也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不是到了选战以后，原来反对我2021年反对囤房税，现在我又支持了。我是觉得这个政府就不负责任了。我觉得全国总归户，然后税率稍微加一点，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效，但是有限，而且很多漏洞可以赚。但是我必须向侯友宜团队跟国民党提出一个严重的警讯啊，就是说你3+1，3年上大学加1年一起，你反对。考上私立学校的每年给3万5，2万5变成3万5，你谴责。还有你现在这个居住正义，你说还能供销诶，那这些当然能供诶，我也同意。他们没有了解到主张居住正义的人的主要痛点在哪里，他们没有抓到痛点。但是我请问侯友宜先生啊，还有你的团队啊，你这3样都反对，你有没有提出你具体的办法？完全没有。所以你当然可以讲回供我绕开啊，我单一讲。也许他到了7月中常会正式提名以后，才一鼓作气把它包裹2个单出去，可以吓死你到时候可以一起包裹，一起给单出去啊！但是听说在做嘛，但是如果而且我跟你讲，你最好让我看一下，我不是夸大的，如果你只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这原来的像样子多加一点，这个怎么样一点没用。但是我跟你讲，你这么落后，你真的是不只是说空战啊、陆战啊，连这个也落在人家后面。你要跟上去的东西多得很哦。这我们下节会讨论。老沈讲的没错，我的了解，侯友宜他是有些学者很早就开始在规划政策，有在做了哈。但是这也是我担心的，我不是不相信学者。学者自己在那个这个象牙塔里面搞出那套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接地气？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用？是不是真的拿出来能够石破天惊？侯友宜现在政策拿出来，不是只是不痛不痒，那拿出来他的眼睛一亮，哇才可以。叫他拿出来以后，就完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哪些人在帮侯友宜。我知道有几位了有几位也是不错的学者了。但是呢，学者的问题就是学者瞻前顾后，顾虑太多，这个也不行啊，那个也不行啊，这个钱不够啦，那个预算不够啦。你还没有当选呢，你现在是要竞选啊，你不是总统啊，那用的钱不是你的钱啊，就大胆提出政见。像老沈讲，我补充一下，还有这些学者都是在同一个窝里头混的嘛，他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都看到别人的方法，所以渐渐的，其实大家殊途同归啊，差不了很多，你知道吗？好吧，侯友宜的这个幕僚们，或是那个学者呢，跟老沈请教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到时候你忙。